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像这种用完的空油桶，不要再扔掉了。有的朋友会觉得洗不干净，也有的朋友认为用洗洁精里面的泡泡怎么也洗不完。那么别担心，今天教你一招，不用一滴洗洁精，只需摇一摇，立马让这样的油桶干净又透亮。一起来看一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把盖子拧开。接下来找出一张这样的纸巾，然后把纸巾给它撕成碎条。记住哦，用这种餐巾纸是最好的，因为它非常的柔软，并且吸水性也强。尽量给它撕的碎一点。撕好以后，然后把所有的这种碎纸屑全部塞入油桶当中。当然，如果觉得纸条过长，也可以从中间给它撕开。个人建议用这样的长纸条更好。接下来往里面加入水，水不能是凉水，也不能是开水，水温大约在50度左右最好。因为凉水可能导致里面的油脂凝固，而如果用开水可能会把瓶子烫变形，因此用温水最好，水也不需要太多，小半瓶即可。接下来再把盖子拧紧，最后双手抱住瓶子，然后左右这样晃动。在晃动的过程当中，纸巾就会和油桶的四周产生撞击而发生摩擦，从而就会把上面的油脂给擦拭下来。摇晃一小会儿，可以看见粘在油桶边上的油脂基本上已经被稀释下来。而这样摇晃大约2分钟左右。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稍许用力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因为这样产生的撞击力会更大，会更加容易把油桶上面的油脂给吸附下来。摇晃好了以后，这里我们拿一个盆子，将里面的水给倒出来，来看一看倒出来的水它到底有多脏。可以看见倒出来的水表面都是一层油脂，而纸巾上面也吸附了很多的油脂，说明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。而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干净，还有一些油脂残留，那么我们这里也可以进行2次清洁，但也不需要用上洗洁精，只需要找出使用小苏打。众所周知，使用小苏打清洁作用也是非常之强，清洁除味、清洗果蔬都可以用到它。这里加入1勺，再找出家里面的白醋，加入一点点白醋，因为白醋和小苏打混在一起会产生大量的气泡，而这个气泡清洁作用会更强。最后再准备1小把大米。众所周知，大米它会滋生出很多的淀粉，而淀粉它的吸附作用又非常之强，也可以用来吸附油脂。最后同样加入温水。盖子拧紧，再左右用力摇晃，这样一来，里面的大米就会和油桶产生撞击而发生摩擦，这样就能把上面的油脂给清理下来，并且大米在摇晃过程当中也会滋生淀粉，同样可以起到一个吸附的作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
如果觉得还不错，或者对你有一点帮助的话，那么就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像这样已经摇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把它放好，再次准备一个碗，把清理的水倒入碗中来看一看，清理效果怎么样呢？这里倒水速度要快，否则大米就会留在油桶里面。最后来看一看清洗过后的油桶是不是已经特别的干净了呢？最后只需要把油桶在水龙头底下用温水再次给它清洗2到3次就可以了，这样就能把油桶洗得干干净净。以后无论再用它来存储什么都是非常好用的。再仔细看一看刚刚还特别多油脂的桶，现在是不是变得特别的干净透亮？如果你家也有油桶，那么赶紧用这个方法来试试吧。当然，像油桶上面的这个提手，我们也可以给它取下来，因为它也有很多的作用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把油桶的提手给它掰一掰，大约给它掰成90度左右，让它变成这个形状即可。然后再把这2个齿给它掰下来，这样中间就有2个缝隙。然后把手机放在这里，就能把手机很轻松的卡住。没错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手机支架。无论是拿来看电视、刷视频都是非常的不错哟。当然，像我们购买很多的东西时，用手一直提着这个袋子特别的重，手上也会特别的痛，手上还会有很深的勒痕，尤其是女性朋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找出这个油桶提手，然后把塑料袋的2只耳朵分别挂在油桶提手的2边，因为油桶提手2边都是这样的齿，可以起到一个防掉落的作用。然后这样再提，无论提多重，再也不用担心提塑料袋会手痛了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，这个方法还不错吧？所以以后用完的油桶不要再扔掉了，我们只需把它清洗干净，可以在生活当中帮我们解决很多的大困扰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